布林通道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指标之一，它可以解决趋势和支撑压力的问题，又能显示当前是震荡周期还是单边移动。只是80%的交易者都没有真正搞懂布林通道的使用方法，导致在例如中轨附近的突破、回踩中轨还是趋势结束等等的问题上做出错误选择，搞不清楚，最后弃之不用。今天大帅就给大家由难到易的分享布林通道的交易前货，同时结合大帅自己写的指标来增加确定性。而你只需要订阅大帅的频道，并看到最后，或许这个布林通道详解会拯救你的口袋。相关使用到的指标我会再放在下面的说明栏里。本期都是核心，内容较多，可以重复观看。先说指标设置，开启技术指标，输入 BB， 选择布林通道，应用在主图上。接下来我们在收藏栏里选择大帅 MACD 优化，设定在副图上，这样界面设定就完成了。布林通道最核心的是 K 线在3条轨道线附近的变化。虽然中轨通常情况下都是代表当前趋势，但是在顶底阶段或者是趋势反转时，中轨并不可靠，甚至震荡周期中轨也会忽上忽下，所以需要结合目前 K 线的位置来判断当前真实的强度和变化，而不要去主观预测。先说布林通道最重要的3个机会，把握好这3个位置，就可以轻松填满你的口袋。第一， K 线跌到布林通道下轨之下，是下轨开口还是即将反弹？布林通道的下轨是上涨趋势和震荡趋势的支撑，跌到下轨只有2种走法，一种下轨开口直接开始单边下跌，一种立刻往中轨反弹。那如何判断是即将单边下跌还是开始反弹？在这里我们使用大帅 MACD 优化辅助判断，从而把胜率提高到 80% 以上。看当价格跌到布林通道下轨，此时我们看 MACD 优化，如果 MACD 优化在0轴之上，且即将经历死叉或死叉，这种情况下是下轨开口，接下来要继续下跌。这种情况下要走单边趋势，短线会边反弹边继续往下。单边形态的下跌猛烈，但是持续时间很短，因为沿住下轨下跌会使下轨开口加速，同时下轨距离中轨的间距拉大，一旦空头动能不足，就会开始快速反弹。这种下跌是猛烈的，但是很难去追，因为下轨一旦撑住，就会快速往中轨反弹，而且是很迅速的反弹。可以观察反弹到中轨的强度和反弹到中轨后 MACD 优化的状态。如果反弹到中轨的同时 MACD 优化已经金叉，白线在黄线之上，那么此时就有继续上攻的动力，不可轻易开空。如果反弹到中轨 MACD 优化还在死叉状态，那么此时要小心2次回踩，继续回踩下轨，走出 W 底形态来确认。如果 MACD 在0轴之下，且刚经历金叉或白线接近黄线却不踩破，这种情况下下轨反弹的可能性很高。此时 K 线在布林通道下轨反弹，目标是中轨，甚至强势时可以反弹到上轨附近，但这种力度不可持续，因为此时距离中轨较远。即使要反弹，也要先回踩中轨或是在中轨附近震荡，把中轨震平，这样才能有继续往上的动力，行情接下来才可以随着中轨往上一起快速反弹。第二， K 线从上轨跌到布林通道中轨，是回踩还是上涨结束？在上涨行情中， K 线会沿住布林通道中轨和上轨反复震荡，虽然在上轨精准开空也可以往中轨下跌，但有2方面的风险。一个是当 K 线沿住上轨上攻是主升趋势，此时的上涨猛烈，很容易被迫止损；一个是就算没有上涨，也可能震荡后继续上攻，性价比并不高，属于逆势而为。但一旦有效的跌穿中轨，就变成下跌趋势，尤其是前期大周期涨幅过高的情况，此时下跌会很流畅，反而容易顺势开空。那么当价格跌到中轨，到底是回踩还是上涨结束呢？我们需要观察时间和空间。如果上涨结束之后，行情选择在原地窄幅箱体震荡，慢慢的震到中轨上来，本身并没有怎么下跌，这种情况中轨最容易撑住。
一旦中轨上来接上中轨继续往上，就可以快速的再次冲向上轨。这种高位窄幅震荡的目的是为了修复技术指标的背离。以 MACD 为例，这种窄幅的震荡和大幅的下跌，同样显示为 MACD 柱体缩短和回撤，既避免了大幅下跌， MACD 也完成了一次回荡和绿转红。那么当中轨上来回踩后再次上攻，就不容易出现 MACD 陷住背离，真到反复背离的时候，涨动力就减弱了。除此之外，在上涨趋势中回踩中轨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一定要快，时间周期要短。因为行情的走势是一种大家的共识，如果大家都认为行情要继续上攻，那么当某些原因导致短线回踩时，资金的承接力度肯定是很强的。所以在中轨附近，如果一跌到中轨就开始快速反弹，或是隔天就直接恢复上攻动能，这样代表大家对于行情都是认可的，共识度高，更容易继续上攻。如果跌到中轨之后，行情开始反复震荡，尤其是前期上涨幅度较高，大周期远离中轨的情况，此时的中轨很难撑住。第三， K 线从下轨往布林通道中轨反弹，能否站上中轨继续上攻，这是整个布林通道中性价比最高的位置。当下轨反弹到中轨，如果能够有效站上中轨，便不会继续向下完成转势，由中轨开始向上轨进攻。要思考中轨是否有效，大周期在这里起决定性的因素。所以当我们以日线为切入点，一定要参考周线的强度和周期，确保周线具备上涨的空间。例如周线已经下轨企稳，再往中轨反弹，距离中轨还有足够的距离，或是周线已经中轨走平，在中轨往上轨上攻的过程中，同时距离上轨还有足够的距离，大周期的获利空间范围就是小周期的上攻强度或是回撤强度，而大周期等级的阻力和支撑也会比小周期更强，更有参考价值。当大周期具备空间，小周期站上布林通道中轨，同时 MACD 优化已经金叉，此时的安全系数是最高的。总结一下，布林通道的3个重要位置其实是3个趋势最可能的转捩点，一个是 K 线跌到下轨之后是开始反弹还是走单边下跌，是判断下轨的强度；一个是 K 线跌到中轨后回踩还是结束，是判断上涨的强度；一个是 K 线从下轨反弹能否有效站上中轨，是判断下跌的强度。在所有的行情里，真正的大机会都是趋势给的，所以搞清楚以上3点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判断趋势是否有转折，找出性价比最高的位置。内容里讲到的布林通道看长做短和如何大小周期结合等等，我在别的影片里详细讲到了。如果还有相关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也欢迎观看大帅的其他视频，以及使用大帅自制的 TradingView， 相信一定会帮助到你。那么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记得检查是否订阅了大帅的频道。